10月的白令海，寒风卷起的浪涛拍打着阿拉斯加的海岸线。这片长久以来被美国视为后花园护城河的海域，最近却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中国海军4艘主力舰艇组成的编队，以沉稳从容的姿态出现在阿拉斯加近海。距离阿姆奇特卡海峡仅135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换算成日常认知，差不多就是贴着美国的门框慢悠悠转了一圈，既没越界，又足够让五角大楼的心跳漏了半拍。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根据公开信息和海事观察者披露的细节，中国此次派出的舰队阵容堪称实战级配置。055型万吨驱逐舰拉萨舰作为核心战力，052D 型驱逐舰开封舰负责协同防空反潜，054A 型护卫舰鹰台舰承担中近程防御，再加上一艘903A 型综合补给舰保障远洋续航。懂行的军迷一眼就能看出，这绝非单纯秀肌肉的游行方阵，而是一个防空反潜反舰远洋补给样样齐全的完整战斗群，随便拉到任何一片海域都具备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海军的态度，全程低调克制，不搞大新闻，不发通稿。舰队按计划完成巡航后，官方仅轻描淡写一句合法航行自由通行，不针对任何国家。这句话是不是听着格外耳熟？没错，这正是过去10几年里美国在南海东海频繁活动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如今中国原封不动地将这句话奉还，像一记精准的回旋镖，把美国多年来标榜的航行自由砸回了他们自己家门口。按照以往的剧情，只要有外国舰机靠近美国近海，美国海岸警卫队或是太平洋舰队早就跳出来刷存在感了，轻则发布关切声明，重则炒作中方威胁论，甚至会出动舰机近距离跟踪监视，生怕少了一点霸主的牌面。可这次美军的反应却异常安静，海岸警卫队只是在远处默默观察，全程没敢上前挑衅，官方也只发布了一条冷冰冰的海警观察声明，连一句多余的评论都没有。这种反常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抗议都更能说明问题。美国不是没察觉，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要抗议找不到任何法理依据，毕竟中国舰队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要回应又没足够的底气，毕竟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单独在阿拉斯加近海展示远洋能力，要装没事儿又实在丢不起世界警察的面子，最后只能用沉默来掩饰内心的慌乱。有网友调侃，以前美国在南海闯祸，我们只能靠外交部严重抗议，现在中国军舰开到阿拉斯加，美国只能靠沉默假装淡定。这话虽然带着点戏谑，却道出了中美海军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从军事层面来看，这次中国舰队的行动远不止巡航那么简单。根据海事电台监测和卫星图像分析，舰队在航行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实战化演练，从远洋补给节奏测试到通信系统抗干扰训练，从卫星信号受阻后的应急导航到防空布控与反潜声纳部署，几乎涵盖了一场远洋作战所需的所有核心流程。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次象征性的遛弯，而是一场在美国核心战备地带附近展开的近实战演练。中国海军用行动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在远海独立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次行动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心理战。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把航行自由当作自己的专属工具，拿着这4个字在全球海域指手画脚。在南海，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关切，频繁派航母战斗群闯入，宣称维护国际水域通行权。在波斯湾，他们以航行自由为由，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黑海，他们又打着同样的旗号，给乌克兰撑腰。可当中国真的把航行自由用在美国家门口时，他们却突然哑了火。这种双重标准的反差，让国际社会看清了美国所谓规则秩序的本质，不过是为自己的霸权服务的工具而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说过一句经典评论：全世界只有中国能让美国保持沉默。这次中国舰队现身白令海，恰好印证了这句话。这份沉默的背后，是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更是国际秩序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要去阿拉斯加附近海域？答案其实很简单，海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领地，国际法赋予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不是美国的专利。如果美国能在南海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活动，
中国自然也有资格在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在阿拉斯加近海展示自己的远洋能力，这是规则的对等，也是实力的宣言。就在中国海军舰队现身白令海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国内军迷圈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大连的造船厂内，第14艘055型驱逐舰已经完成下水作业。据悉，这艘驱逐舰属于055型的第2批次，也是该批次的第6艘舰。虽然目前关于第2批次055型驱逐舰的总建造数量，官方尚未公布确切信息，相关的开舰消息也十分有限。但仅从已下水和海试的舰艇数量来看，中国海军在万吨大驱领域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外界的预期。除了刚下水的第14艘舰，055型驱逐舰的第9艘和第10艘早已进入海试阶段。从海事部门发布的进航通告和网友拍摄的现场照片来看，这2艘舰的海试进展十分顺利，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距离正式服役已经不远。按照这个速度，未来1-2年内，中国海军将迎来一波055型驱逐舰的服役高峰，这对于提升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回顾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步一个脚印。该型舰的研发工作始于2010年前后，2014年正式进入建造阶段。2017年6月，首艘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万吨大驱时代。从首舰下水到第2批次第6艘舰亮相，短短几年时间里，055型驱逐舰的建造和交付速度不断加快。这种下饺子式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强大实力，更反映了中国海军对远海作战力量的迫切需求。从已公开的信息来看，已海试的第9艘和第10艘055型驱逐舰在外形和基本配置上延续了第1批次的成熟设计。这种以成熟技术为主的建造思路看似保守，实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选择。一方面，使用成熟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建造周期，降低研发风险，让舰艇能够更快地交付部队，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对于驱逐舰这类大型装备而言，可靠性往往比先进性更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周边安全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快速提升海军实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潜在威胁。当然，也有军迷对055型驱逐舰的技术更新表示关注。毕竟055型驱逐舰的设计定型时间较早，武器系统和传电设备与近年来中国军工领域出现的新技术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代差。比如，在今年的阅兵式上，中国军方展示了燎原1型激光近防武器、海红旗 9C 远程防空导弹、红旗 10A 近程防空导弹以及微波武器等新型装备。这些装备在性能上都比055型驱逐舰目前使用的系统更先进。就有军迷遗憾地表示，如果055型驱逐舰能用上这些新装备，战斗力肯定能再上一个台阶。不过，从世界海军强国的发展规律来看，055型驱逐舰目前的性能完全能够满足未来一段时间的作战需求。首先，驱逐舰作为一种大型水面舰艇，全寿命周期通常在25至30年左右，在服役过程中会进行多次中期升级改造，届时完全可以将新型装备整合到舰体上。比如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从首舰服役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通过不断的升级改造，至今仍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装备。其次，从当前世界主流驱逐舰的配置来看，垂直发射系统加四面相控阵雷达加主炮加近防速射炮加近防导弹仍是标准配置。即便是韩国的正祖大王级、英国的26型护卫舰等新型舰艇，也没有跳出这个框架。因此，即便不使用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055型驱逐舰在未来20-30年里也不会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更重要的是，055型驱逐舰的批量建造将极大提升中国海军的盾舰规模。根据目前的建造计划，当第2批次的6艘055型驱逐舰全部服役后，中国海军将拥有14艘055型大驱，而052D 型驱逐舰的建造数量已经接近40艘，未来很可能会停止建造，转而研发更
更先进的通用型驱逐舰。届时，中国海军的盾舰总数将达到54艘左右。虽然与美国海军的盾舰数量相比，仍有20多艘的差距，但考虑到中国海军的战略需求和国防政策，这个规模已经足够满足远海防御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需要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